夫妻地雷大对决，这样能不生气吗？你看看你户头多少钱，再决定要不要生小孩。可不可以还要看户头吧？对啊，这值得生气吧？很值得。真的会爆气。对，哦，因为如果我气的话，他又会更生气。你好好回答。别恐吓哦，你不能恐吓人家。这点真的太超过，夫妻吵到快翻脸。结婚纪念日那一天，其实是情人节，有没有？然后他带妈妈来，骗人的。没有家族旅行，我们大概40-50个人哦，我们去那边玩，然后他不知道跟当地的什么村里长、什么委员的，又跑出去喝。还有一次，我觉得还有你为什么会罄竹难书啊？我不会因为这样，然后就拖累整个行程没有走啊。像老他累赘，好，今天录完还是要一定离开的哦，好不好？欢迎收看《女王大人》。你们好。婚姻中呢，难免的这个各种的生活过程都会有各种各式样的摩擦嘛。今天晚上我们邀请到2对夫妻，到底另一半呢是踩到哪些地雷，不让他们瞬间火冒三丈？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，介绍我们这边是老公代表 Sakino 杨森导，我们欢迎老婆代表玛雅若晴，还有心理专家邱永明老师。老师，不同领域的女王团的 KOL 来到现场。第一位，人气亲子网红 Annie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nie。养生人气部落客小胖莹，小胖莹，还有知名人气医师王威迪医生。好，威迪。太棒了！我们今天来分享的就是夫妻之间，今天2对夫妻啊，这来我们节目里基本上在女王大人的过去历史当中，他们已经也算是常客了。是常客。2024年婚姻沟通观察报告显示出呢，近65%的夫妻表示，生活习惯是导致日常冲突的主因哦。尤其是小事的累积，而不是重大的争执。不是重大争执。其中呢，让女性火冒三丈、瞬间爆炸的那个前3名啊，第1名就是。对方明明说：“我来洗碗。”结果碗放着放着就长出了一个新的文明。第2名，道歉只会说“好啦，对不起嘛，干嘛？”但从来不改。第3就是回到家只顾滑手机，不帮忙，不听话。我让男生最暴气的前3名，听好了。第1名是被另一半无预警的指责，你都不懂我。第2名就是被另一半不明的原因冷战。第3名是被另一半比较。你看，别人的老公都会。哇，对，看似都是日常的小事，就是这些日常的小事，全都隐藏在婚姻里，它都是未爆弹。还有未爆弹。今天晚上的女王大调查就要来一探究竟。我们调查收集了网络上各种讨论度很高的夫妻地雷状况。到底这些问题是真的不能忍，或者其实是我自己反应过度了呢？可以一起来公平一下啊。好，女王大调查，今天直接进入主题。另一半这样做到底该不该生气？请准备你们的牌子 ，OK？ 来准备第一题。第一题，花了一笔钱挑选了一个名牌包送老婆当结婚纪念日惊喜。结果没多久，发现老婆她居然偷偷把名牌包转卖，准备拿去做隆乳手术，还说这是我的梦想，而且变漂亮了，你也更有面子，不是吗？请问这件事该生气吗？请选择。该不该？请举牌。果然怪怪的。真的啊？只有他一个人吗？你们都认为不该生气啊？你们都认为啊？那为什么我们俩？对。你几乎是唯一举圈的女生呢？对，为什么？你先说你的说法，为什么要生气？我觉得这有很多层面。本人都说了，偷卖包包是他哦。我没有做隆乳手术啊。还不够，看他说的啊。冤有头债有主，他说的。你们像这种就没有什么礼貌，人家说你做的太低调了。太低调。我觉得这有很多层面的考量，一个是他偷偷去做隆乳手术，这个跟生命安全有关系，他应该要隆乳手术会死啊？他要全麻的，是要全麻。要是你对麻醉剂过敏，你就死在手术台上了。而且，老公送他的东西，他不应该把他那个包包转卖去做他隆乳手术的钱，他可以去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个钱，或是跟老公讨论。
然后得到这笔钱啊？小给你不会生气，他偷卖你的包，还是你希望他去隆乳？没有，不是，没有，我送给他的东西，然后他变卖，不管他去隆乳，或者是他去换一个他喜欢的东西，那只要是用在他身上，哦，这 OK。用在身上可以。对，就是他拿用在去变卖，然后去做别的用途，或者去送别人，转送别人。可是转送给别人的话，我就比较不行。可是他如果是花在他自己身上，这样子，这个是 OK 的。可这样会不会对你的眼光是一种否定呢？没关系，因为他一直都在否定我的眼光啊。不是因为他你被否定惯了是吧？习惯了，习惯了。他送我的东西我未必喜欢，然后我不常带在身上，那表示没有意义了嘛。哎，你背包包这样子还要麻烦你装在这样子，对，就可以带好吗？带出门多对不对？带不走，对不对？背得很麻烦，这样子很好。对啊。因为我觉得你把梦想装在身上的话，装在身上，装在身上，而且听说这个东西有科学根据，就是你死了后这个还会在，就等于说这个东西可以名留千古，它可以一直留千古。但是你那个包包，它就是你不知道是不是真皮，或是它眼光不是会真的不是我喜欢，不如把它装在我身上，这样子自己看也开心，他也开心，这没有什么好生气的啊。不好意思，他生气了。我们有意见的话，我们在取之前就会有意见，都已经取回家，表示我认为你是完美的状态。哦，顺便放闪，你想不到他会这样讲吗？我想不到，对不对？合理啊。说什么面子做给我，我不需要他去让自己受痛，然后把面子做给我，面子可以自己争取的嘛。这个观念逻辑是错的。可是我看好 man 哦。可是没有，可是他就看别的女生的啊。去吃饭，老板吃碗内看碗外，这很正常啊。就想他喜欢呢，他就不讲，所以我们就是做给他看这样。我跟沙给努的那个想法是一样的，就是因为你决定要送我的时候，我就可以去做，就是让他自由去选择他想要的东西。但是不能转送别人。好，对，也不行。对你送我的礼物，我转送。对，不行。可是他可以去做让他自己开心快乐的事，就是重点的核心是一样的。听听男生的说法来。因为我觉得我们医生就是蛮重结果的啦。我的结果其实就是要让我的另一半、我的太太开心这样子。然后今天他即使虽然是把我东西拿去做了其他处理，但是这个动作可以让他更开心，让他的开心提升到另外程度。我就觉得他这个事情就对我来讲就很开心这样，他的开心就会传达到我身上这样子。抓住那个最重要的，就是要让他开心。选圈不错，大家都利用今天在做形象，我觉得。求生欲。你为什么会生气？因为我觉得这个不是一般时间的礼物。我要不是因为这一天，我们两个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。对，所以我在这一天准备了一个礼物，我觉得它很代表我在这一天该有的心情。那以后钱你就自己买就好了，我干嘛送礼物呢？对，知道我意思吗？我干嘛送礼物？送礼物就没有意义了。邱永林，你给我举叉。不是，我现在好后悔，因为听了申达跟陈哥你们两个的答案，我觉得我的答案就是充分表现我是一个很重色欲的中年人。好期待啊！你要说什么呀？我喜欢你是男人，这才是男人。今天你扮演的是心理专家，不是来这儿告解的。不是啊，你来告解是干嘛？你举叉什么意思？讲。身心理不能分开啊。举叉是因为我觉得，如果一份礼物，因为我老婆带好看的包出去，只有她一个人开心，我不会开心啊。但如果做隆乳，她开心我也开心，那变成 double 的啊。就开心又回向给你自己了。对，回向。哦，这是7比3，今天刚好10个人，30%的人觉得该生气，70%人不该生气。OK， 下一题。你满心期待情人节晚餐，想着能和老公来场浪漫约会，结果到了现场才发现，老公临时邀了他妈妈一起来，他还笑着说：“应该没问题吧？你们都是我最爱的女人啊！”请问这件事该生气吗？请选择。完了，陈哥，拜拜。生气的比较多，他们生气比较多啊。他们2位反而不会生气，你们反而不生气了？不生气，哎呦，生气啊！又在做形象。没有啊。我妈喜欢看这节目嘛，忠实哎。
所以要换另外一对夫妻，意见相同；另外一对夫妻感受不同。妈呀！因为我们曾经也这样过，然后我反而没有生气。他约我，比如说结婚纪念日那一天，七夕情人节有没有？然后他约我出去吃饭，啊，他觉得想一想，他就跟我讲说，我们要不要带一个人，再带某些人去？我说好，那就带我婆婆去。我以为我会生气，可是我还好哎，没有生气哎。因为你不习惯跟小金奴两个人吃饭。哎，对啊，最尴尬了。我跳票了。我也不生气。所以他临时你放0位我都不生气。他临时要岳父来，你也不会生气。这当然该生气啊，因为恋爱是我跟你谈的，又不是我跟我妈谈的。对啊，你带你妈或他带他妈都不应该就对了。不应该，这是我们的爱情故事，这是我们的篇幅呢。可是那你上次为什么带你妈？那你有看过那个牛郎织女，他为什么会带他妈妈？哎，你看一下牛郎。你上次不是带你妈妈去，我们不是有吗？有啊，我们就3个人坐在一起吃饭啊。那一天是7月13，还没14。我是结婚纪念日前一天。幸福的见。没有，那天是刚好是有那个餐券，大概有多一份餐券。哦。不，你今天不用，它就过期了嘛。哦，对不对？就不要浪费。对呀。你说那有讲好那餐是2个人吃饭吗？对。有讲好是2个人吃饭，然后他带妈妈来。哦。对呀。大家觉得无所谓哦。啊，我就无所谓啊。对。这样听起来，妈妈本人应该比较不开心吧？她是来客诉的。我那天妈妈吃好多。妈妈吃很多哎，妈妈是吃人，妈妈吃很多。好，唯一觉得都不应该生气的是你们2个这一对夫妻的。那我们女王团都觉得该生气，对不对？感受一定不一样。洛奇吼，跟大家讲俗话说，既来之则安之。如果他已经来了，如果当时你觉得不开心，那这场都不开心，回到家又不开心，这样是双份的不开心。如果他来，开开心心，他跟他爸跟妈妈一起，我也很开心。他说你的女朋友或者你的老婆真的很可爱，跟你聊天什么的，反而你又加分了，就3个人就和乐融融嘛。大家一起共好。你在嫁给他以前就这么好吗？还是后来慢慢转变？我们跟他家人都很好啊，就是你也觉得他今天如果说要请他吃饭，结果他把妈妈带来了，你也觉得 OK， 对吧？他妈妈哦。哇塞！人家把你妈妈讲多好。因为我准备答案是准备我妈妈，你突然把妈妈换掉，我想说要换成他不一样。你约他吃饭，他带妈妈一起来啊？可以，也 OK。因为说真的，大家都想说什么浪漫的情人节晚餐？其实说真的，好一点的情人节晚餐，你说私厨什么，前面也会尬站一个厨师在那边啊。他尬站一个厨师，你说浪漫能浪漫到哪里去？那平常在家里面这样聊天聊一聊。前面再多一个厨师尬站在那边，然后你们宝贝，你今天很香哦，什么也是在那边尬聊。而且我妈妈是好咖，因为我们原本有时候情人节只想吃特餐而已，结果我妈妈一来，妈妈知道自己是好咖，吃什么特餐，通通海陆，然后就变成3个海陆，可能大家也吃得很开心。妈妈好霸气哦！我妈妈就是这种好咖，真的，她手头很宽裕啊。下次你们要吃饭的时候可以叫上我们吗？她重那个节日的仪式感。一致认为该生气。我觉得媳妇在婆婆面前通常会需要盯一下，有些话是不能说的。可是，在情人节的时候，你就是属于你跟你老公的日子啊。我们的这个世界上有个东西叫母亲节，你可以在母亲节好好尽孝道，可是不需要在。有一个节日叫母亲节，我们也是第一次知道一定要今天吃饭吗？有一节叫母亲节，你知道吗？那个表情态就这样，有一个节日叫母亲节。母亲节，你那时候再来吃好不好？来宾都蛮博爱的啦，因为我是觉得重点就是在情人节浪漫，其实这个是。我觉得夫妻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都会冲淡彼此的感情，有时候就需要1、2场浪漫的约会，甜蜜的回忆可以摆在心里。当我有一天真的做错事情的时候，太太可以回想一下，我有些好的事情。他是为你们的婚姻储存一些资金啊。我觉得这是可以营造我优点的时光，所以我会特别保留这个时光。应该生气嘛，哈，对不对？当然会生气啊，因为你们没发现这个整个场景里面漏掉一个人吗？哪一个人？公公啊。公公是不是？你现在生气是代表你现在生气是对我以后是可以当3次公公哎，我一定要先为我自己发声啊！你有3个女儿，你想要受邀3个儿子啊，3个儿子，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比较上道的安排，就是说，帮对方的父母也安排一个情人节晚餐。可是会不会有一个状况是，他这个妈妈丧偶了？那就安排帮妈妈安排男朋友。应该啦，我觉得大家的感觉其实蛮像的。哦，不错，应该生气。来，来，
第3题，公公婆婆最近抱怨家里的车开太久了，车没坏，但他们就是想换台新的。我觉得有点没必要，但老公知道之后，在没有跟我讨论下，就自己做主，花了70万我们的钱买了新车送给公婆当惊喜。但他在公婆面前说是我要送他们的，帮我做面子，面子做在我身上，这件事我该生气吗？请举来。是老婆该生气，还是我老婆该生气？这个题目有点。老婆为什么该生气？我现在做面子给你，我花钱买。我们的钱，我们共同的钱，我们一起的钱，哦，我们一起的钱。我觉得她老公的起心动念是好的，他在帮我做面子，不管这个钱花了是不是我们共同的钱，我觉得对我都是好的，我觉得没有必要生气。没有必要吧？你想句公道话？你不会在当下生气，我回家再生气。所以我是这样想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当下呢，因为我得到了面子，我里子也要有，所以我回去的时候，我一定会跟他讲说，因为这70万是我们共同的财产，但你还是用到我的钱了，所以呢，你要用别的方式来补偿我啊，就是不管是肉体的补偿，或者是别的补偿，反正总之我要得到某种程度的补偿，然后那个面子我也拿了，我就会开心。哦，你的面子里子都要，对不对？但我也在大家面前，我也演了一场好戏啊，所以大家皆大欢喜。我们要在事后进行一场交易。这个我要为我自己发声，因为我最近我们2个要生，从去年开始备孕生小孩，我老公就会说，你看看你户头多少钱，再决定要不要生小孩。然后想说，哦，生小孩要看户头，他现在把我户头钱拿出去，那我不是离生小孩的梦越来越远吗？这个因为有关系到我们2个之间，我可不可以生小孩？要看户头吧？对啊，他说户头，因为养小孩要花很多钱。你看完户头，然后要不养个马尔济斯？那也很花钱哦，我跟你说，2个到后来都没有健保的，超花钱的。养个买个鹌鹑蛋，是生孩子要看户头啊，要看户头啦。但是他说是70万嘛，70万我觉得有点一口气太多，先换个新的保险杆嘛，就是5万、7万也会有新车的感受。底盘先改一下吧。为什么要直接避震器先弄一下？那个车子虽然开了久，但没坏，它没坏，改装就好，好好的，对不对？换个钢圈轮胎，整个车就不一样。对，而且烤漆重新烤一下，是，对不对？梅鱼虾也好。其实有不一样的做法，我这样的做法，我觉得更推荐给小资以套换一下。小资主生什么气？啥给你？我生气，因为他生气啊。70万是一个很大的数目，要需要很多的时间去赚钱，然后再来是他没有经过我的同意，没有跟我讨论，虽然给做主了面子，但是面子可以吃吗？我觉得。面子能值几块钱是吧？对啊，面子能当饭吃吗？是吧？是，因为我觉得讨论这个对夫妻的感情是非常重要的。你今天没有讨论就做这个决定，你他就不是惊喜了，变惊吓。对，等一下可能会下一次可能又有不同的事情都没有经过我讨论，我就会一直在呈现在那个害怕之中，这样我觉得对夫妻的感情不好了。好了，非常好，我觉得今天大家呢稍微意见交流一下，其实。蛮接近的，但事实上呢，我们要请大家接下来分享的是我们的第2阶段，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。来，生气，另一半做这件事1秒8分的怒，秒怒了些什么事？老公双标太超过，若琪现场竟被恐吓。家里1瓶70、80万，你放那个盆栽在那边，但是当70、80万就浪费了。然后因为我老公有一阵子他迷上那个独轮车，你知道有一种车站上去就可以上去了，对，那台车5、6万块，他买东西都可以啊，我买东西都是浪费。你好好回答。别恐吓哦，你不能恐吓人家。生气，另一半做这件事1秒8分的怒，秒怒了些什么事？生气指数秒怒1到5分，请举手来。快5分、4分、3分、4分、5哇，5分，这么气，3分，把记一下3分。啊，3一个5。哎，若琪，为什么只有3分？哦，对，这个双重标准，你是不是忘记要讲什么？这个可以很气，为什么才3分？哦，因为如果我气的话，他又会更生气，就我们会气不完。就是所以我就是走随和路线的。
好强哦，消波块。对你不能入到心里面去哦，不然这边可能就受伤了，重伤了，内伤。就是不要把不可能每句话都当玩笑。修行真的太高了，真的太高了，真的。哎，对，我们家买房子嘛，就刚开始在买房子装潢的时候，然后因为我就想说我要把我们家绿化。就是弄得很漂亮，这样就家里弄很多盆栽，对，家里室内室外都有盆栽，这样，因为我想说可以净化我们的心灵嘛，对不对？这时候我老公就说，哎，这个盆栽不能再买了。我说为什么？你不觉得这样很漂亮吗？他说家里一瓶70、80万，你放那个盆栽在那边，那当70、80万就浪费了。你放什么意思？那放什么比较好呢？他的盆栽都放室内，那放什么？他放什么？我不知道他放什么啊，所以我就那边就空地在用，就好像放盆栽比较漂亮啊。那我就开始把我的盆栽开始慢慢的不要再买了，我就维持这样子。啊，他如果要生小孩，我们也不给他生。就如果他那个植物要换盆啊，什么都就不要。对要对，所以就让他在那个地方也要看植物的。然后呢，像我们去买衣服或买鞋子，像我老公说好，你夏天要买这双鞋，对不对？家里要丢3双鞋，因为家里的那个空间没那么大嘛。你如果买一双鞋，家里又开始多一双鞋的空间。为什么不对？他自己都一直在买，他也没有怎么在丢。可是呢，我要买衣服，他说你也不用买衣服，因为衣服你就是本身就衣架子，你随便穿什么都好看这样子。然后因为我老公有一阵子他迷上那个独轮车，你知道有一种车站上去就可以这样平衡，对，那台车5、6万块，然后他骑出去我是 OK， 可是他受伤了，那台车也不要维修。他说啊，不然我买新的好了。对，你还要再买一台新的？他说旧的维修要花钱，不如就买一台新的这样。我说那新的不要买，他也答应我不要买。可是过1、2年后，我发现我们家橱窗打开哦，橱柜打开，有一台新的那个独轮车，5、6万块，他买东西都可以啊，我买东西都是浪费。可是你们的经济是分开的吗？我们2个经济是一起的，所以他买那些东西的时候也花到你的钱了。哎，你好好回答。我会花到你的钱。你不要为了节目做效果。不能恐吓，顺达哥有什么问题吗？他刚才这故事十分的偏颇，10分。你先就的是4个字，你觉不觉得他跟你有关系？双重标准其实是有关系的。对，你是这样的人。如果以买东西穿搭来讲，一方面我觉得他那个身材好，他穿什么东西都好看这件事情。那是真的，那是真的。对，不会像我们说一定要什么日本一点的那种短的一点的，版型要特别考究，看起来才稍微高挑。所以我觉得他对于版型的要求没有像我这么的局促。对。然后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盆栽，它盆栽东西它是摆在室内，然后摆在室内，有一天我在家里面被蜘蛛咬。奇怪了，奇怪，不是脖子这么痛，然后一只蜘蛛，然后你就开始会爬墙了。对，没有。然后开始他把一些奇奇怪怪的那种明明应该要养在户外的植物，他养室内，然后他自己被咬，然后有时候眼珠肿起来，说哎哥哥眼睛怎么肿起来，然后我都要帮他解决这些问题。然后我就说那不然你盆栽你就再买1次就好，不要再买了。那1次他买了16盆，然后是。盆栽加什么？然后还有来的是裸根，没有盆子的，我还要再去找一个盆子，然后跟那些蜘蛛蚯蚓在那玩一整个下午，然后再把它放在一个我觉得不会被咬到的地方。然后独轮车就是我觉得那是一个技术，因为我当初也是头皮痛，很多的血肉都是磨掉，但是才学会了这个东西。那日后如果有一天节目，因为我是表演业，所以它有很多有可能 cue 到的点，哎，森达你会哪些特殊技艺啊，会怎么样？我总不可能那时候再去买一台独轮车，这也算是备而不用的一个技术在。先把它一技在身，对吧？对。那为什么没先跟他讨论就买了一个？你不答应他不要买吗？因为那是我的钱啊。OK。哦，那个没有用到你们的钱。不会，我们家基本上不太会用到我们的钱。不是啦，他这个不是钱问题，是你占到那个空间了。我懂。他讲的是说盆栽你这样占空间，为什么你多买个东西你不觉得它占空间？我们大家现在特写看一下那个绿色草皮的地方，它盆栽，我独轮车是大概是这个大小，对，就这么大，对，就这样子。但它就是会挡在那里啊。那个是储藏室，你越来越站不住脚，平常也没有人会站在那里。这是一个逆袭的洛奇，他开始想要挣脱一些束缚，表达一些自己的感觉。他想要叛逆，他想要挣脱，想要自由。对，刚才傻定女3分，傻定女3分呢？不是。哎呦，来，这个
让你1秒钟都要吃一口，什么地方？对，都要。哦，我是说什么东西啦？我有时候录完影回到家，然后我在路上，我可能会看到有什么咸酥鸡什么之类的，那个什么臭豆腐，然后我就会打电话，小朋友要不要吃？哦，大哥要吃，弟弟也要吃，妈妈你要不要吃？没关系，你平安回来就好了。所以是不吃嘛。我可讲对不对？对啊，好会做人，就好好骑车。然后我回到家，然后小朋友，小朋友出来吃东西了，哇，他们2个就都跑出来这样，然后东西就摆，然后他就慢慢的走出来说，我看那么多啊，有没有我的？你自己说你不要吃，当时没想法嘛。看到就想吃啦。对，这有什么好秒怒的？然后你平安回来，他就放心啦。对，然后我们东西都打开了，然后他说哇，好多东西哦，然后他就开始这个也吃一口，这个也吃一口，这个全部都吃一口，很可爱啊。对，你说很可爱的，我只是吃一口，又不是全部吃完。然后我最气的是什么呢？就是小朋友说他要吃这个啊，这个要吃这个，那我要去个别买任何一个套餐过来。然后又问他又不吃了。你知道那个套餐，然后小朋友已经饿了，从4点开始饿到7点多，快8点。然后那个套餐这样打开，有汤啊，有饭啊，有鸡腿这样，整个撕开。那你是不是那种用餐的那种心情？期待感，香哦。然后突然有一个筷子跟汤匙过来，这我吸一口，这鸡腿扒一下，这排骨啃一下，然后都啃完之后，然后用餐的那个人连第一口都没吃到，就差不多就只剩2/3了哦。不是因为你当下他打给我的时候没有想法，但是你看到跟闻到的时候，突然就食欲就来了。你可以那么小气干什么？这个不是小气不小气，小气我就要看到血流成河，我今天就要看到。这点真的太超过，夫妻吵到快翻脸。家族旅行，我们大概40-50个人哦，我们去那边玩，然后他不知道跟当地的什么村里长、什么委员的，又跑出去喝。还有一次，我觉得还有你怎么会罄竹难书啊？我不会因为这样，然后就拖累整个行程没有走啊。像他累赘。好，今天录完还是要一起拍的哦，好不好？然后他有时候我们去餐厅，他不点他的套餐呢，没有，他就吃你的套餐。不是，你点了拍完照，我吃一口啊，没事，拍不能走人的。没有，你会爽骗人呐？没有，我都会教他说我们订不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我们一起吃，就不一样的，有没有？然后大家一起分享。哦，你有5-6次没有？老公，你们就买你们的就好了。我们先讲好，今天录完还是要一起拍的哦，好不好？还是夫妻啊，还要牵手啊。效果这样做到点上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但是这个好像事实上好像并不是这样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只想加入话题，好不好？是一起讨论而已。他没有话题，他吃完都走了。哪有话题啊？吃完就走了。这么一件事情，他该不该生气？请举牌。不该啊。你要想第一口，杨森达也举圈呐。你觉得该生气啊？他唤醒了我当初结婚前的时候。有没有？每个男孩子的食物都不是买来分享，而且若琪很致命的是，他会在我买汉堡的时候，他说来叼一口，可是偏偏他的牙齿又咬不断东西，你知道吗？他把我那个汉堡第一口一拉，哇，拉的整个汉堡支离破碎，肉排这样抓垂出来，就是这个画面。对啊，你懂吗？这样就生气哦。我们懂你啊，我们投圈啊，我们他常这样哎，这么多次，你应该知道下次要准备。对啊，没有真的很爱他，应该是都帮他买。他说不要也是帮他买啊。是啊，都先帮他买。女生说不要就是要。哎，真的，我跟你讲，真的有2-3次还真的帮他买了，结果他不吃。哎呦，无所适从是吧？男人跟女人就是2种不同的物种。当然，男人呢就是像刚才杨森达讲的，我们就是要填饱肚子。所以男生吃东西呢是为了填饱肚子，女人吃东西是为了填满心灵。不一样。你拒绝这个女人跟你分享食物的时候，其实她是觉得被孤立的，被拒绝的。那这种状况，他到底该怎么解呢？躲起来吃。他会去敲门啊？没有啦，就是买回来就问老婆，就说：“哎，这个新口味哎。”你要不要试试看？第一口让你吃，
那他的心灵被喂饱了，他本来就不是肚子饿啊。对。妈呀！深达都刚才萨拉金努讲成这样，该你了。来，他让你秒怒的事情是什么？喝酒没节制。哇，哦，真的这样真的可以举牌了吧？你太可以举牌，赶快举牌。这个真的，我也觉得这个喝酒没节制，喝酒没有节制，这个是怎样？对于字眼上面真的要生气。对啊，哦，字眼上要生气。对，好，你先解释。上礼拜我们去那个小琉球，那之前呢，在前2、3个月我们就开始规划要去哪一个点来买什么票，反正那个规划都弄好了。第1天晚上他就喝醉了，第2天起来就宿醉，他很多景点很多地方没去，对，每次在拍照大合照的就是少了他。好，那第2天晚上我想说，他应该会有一点节制吧，没有，第2天还是喝酒醉，然后隔天早上不是第3天我们要回来嘛，我们坐船回来，他坐船就边摇边吐，吐完之后就喂鱼了。然后我们有一个叫接驳车，就从那个东港到高铁有一个接驳车，他也在那边吐，他也说不舒服，他直接跟司机讲什么？我们去附近的医院，他就去了急诊，我就跟急诊医师讲说，他前2天都宿醉。就喝很多，然后2天都宿醉，然后医生打2个针，止吐针、止晕针，好了。好，这个3天2夜那就算了。好，那有一次大家族旅行，我们大概40-50个人哦，我们也是规划了很多个40-50个，对，40-50个，对，大家族，好大家族啊！我想说大家一起出来玩，他也是不知道我们要去那个旗津啊，我们去那边玩，然后他不知道跟当地的什么村里长、什么委员的，又跑出去喝，人家招待的，我不好，是你招待他几点回来？3、4点回来也是宿醉。那隔天的行程呢，他也没办法玩。你知道我们原本是10点要退房，因为我要延到下午3点，还要多付钱。那钱谁付的？我你们该不会生气？有感受到我很生气。还有一次，我觉得还有你怎么会罄竹难书啊？这个我一定要讲。我朋友是日本朋友，他在那个日本那边开那个烧烤店，他把全部台面上的那个清酒全部给他清空。哇，他酒量这么好哦！清空完之后，我要带他回去，因为我们那时候要走，然后他跟我讲说他肚子饿，因为有人喝酒会肚子饿的。对，然后我就去买我的东西泡面，然后我回来找他，我找不到他然后最后才知道，你知道收银员在这里，他在收银员旁边这样子，直接这样子躺，这是很躺他把他当成是床了，还脱鞋子袜子，直接这样子躺。你记得这些事吗？我记得，因为我最后会在我睡觉那一刻就开始断片。那你为什么隔天宿醉，然后当天宿醉，当天还可以再继续喝？像他那个整个家族这样出去，那你觉得会有一间民宿就一次让你睡40-50个人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嘛。那我们是不是事先有跟人家瞎子讲了一下，说，你那一间看可不可以给我们通融一下？那我们是不是欠人家人情？应酬。那我们一到那边，我们民宿冰箱一打开，就有1箱啤酒了。哦，你一定要喝到这么醉吗？那是他们，我不行。什么你不行？你是喝酒醉。我是为了就是，譬如说我已经喝到不行，然后可是他们正在嗨的时候，我说，我差不多要走。我差不多撤了。可是呢，你这扫兴呢？不能装醉一下吗？这几个朋友其实也都很爱喝，那我们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喝酒而已，对不对？然后在家喝酒，跟他们去玩干嘛的？影响人家？我没有影响人家，我不会因为这样然后就拖累整个行程没有走啊。像老太太有吗？有啊，我说的他讲的人都讲这么多了。若琪耳根有够硬，让杨生达苦不堪言。表面什么东西都顺从，对不对？魔鬼的细节你们都不知道。哦，秋天、冬天，他就是露一个小肚子，然后就出去了。外套嘞？有外套有。然后我就忙别的事，一个转身他就溜出去了。然后回来之后就说哥哥生病了，处理这种小小的事情都处理不完。你是他的看护。
对，刚刚说 check out late check 顶多到12点，我没有听过到下午3点。OK，那是自己朋友的民宿嘛。哪有啊？加钱呢？加钱呢？啊，那应该的嘛，我们就。然后他有行程没有参与到，是因为要照顾你，累赘。不是，他就帮你买冰水，然后直接倒我。来，准备举牌，可以了。大家不该生气，请举牌。这一致通过吧？哎呀，难得一致通过。你这样很危险。听起来的，我是喝酒的，我都真生气。如果我喝到可能醉到我不能走行程，还要让我老婆来照顾我的话，我一定很内疚。好了，杨森达有家里都是你在主导的，我不知道他除了稍微反应慢一点、钝一点，他没什么缺点吧？他就是我们大家的若琪宝宝嘛，好心不嘛。来，但说真的，他耳根子有够硬。他不是都会顺从你吗？他都会听话。乍看他表面什么东西都顺从，对不对？乍看我双标，然后让自己过得很爽。但是告诉你，魔鬼的细节你们都不知道。哎呦，就是若琪，她是什么东西都会听。像比方说，她是一个分不清楚四季的女孩子。四季，4 season。像比方说秋天、冬天什么东西，不用任何提醒，在场每一位女孩子都知道要加个薄外套。OK， 基本的 sense，他就是露一个小肚子，然后就出去了。然后每一次他出门之前，我就会拦截他，哎，回来，外套嘞？有外套有。然后我就忙别的事，一个转身他就溜出去了。然后回来之后就说哥哥生病了，好像鼻水这边一直跑出来，不知道为什么鼻水一直跑出来。先说有没有？好，有，肯定有。他手机里面收集了各式各样的那种网美咖啡厅，每一个都是那种哇要去跋山涉水、山林间的森林系的。然后现在已经是5、6月份了，5、6月份的森林里面的咖啡，是不是基本上大家知道就是稍微长裤长袖要防蚊啊什么的？对，有蚊虫很多。对，我说哎，那个你那个是山林间的吧？应该要稍微防一下蚊，防个晒。啊，要，然后就一回来，哥，我的手被叮爆，然后他呢，我想说叮爆应该就2、3个，然后他就半夜抓，结果那袖子一掀开，20、30颗那种，哇靠，整个手肘，哎，好严重哦，全部已经整个肿到手看起来有点像苦瓜这样子。这不是喝咖啡，这是去喂昆虫啊。对。然后我说，哎，不要抓哦，因为会留疤，然后什么东西，然后他就说，好，我没有抓了。可是我为什么会被吵醒？因为我听到，他就是有抓，然后还会睁眼说瞎话，然后隔天睡醒他又没有防晒，然后那个东西就出去晒了一下太阳，晒完太阳之后，哎，那个疤就现在就是蛮真有啊，哎呦喂，色素沉淀了，受不了，快好了，是我就是处理这种小小的事情就处理不完，理解了。我整个经由这么几年的相处，我确定。若琪是你的天使，你是他的看护。他了解生活所有的大小细节，对。而你呢，这种有点类似不食人间烟火，事实上我觉得就是少根筋，你知道吗？表面顺从，对不对？该不该生气？各位准备，请举牌。啊，不会啦，一致通过啦，他不会照顾。哎，小芳莹不生气，你们都不生气，是呀，妈呀也不生气哎，竟然没有全部全数通过啊！奇怪，我理解若琪，我跟她一样是少根子的人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我跟你一样也是很容易被蚊子咬。这个养贤能阻止啊，他就是半夜不用，他一开始听他的提醒，他就不会这样。对啊，他如果有穿，记得去这个时节去穿长袖就好了。而且我有提醒，我都有讲。然后你也说好，我有带，明知山有虎。他说我有带哦。啊，对，陈哥，等一下，我想到了。我这次是穿长袖去被咬的，所以说这个就是要咬就会被咬，不是说不穿就体质问题。对，是湿质沙质的吧？对，是沙质的。那就防一下啊，就是啊。那个很像我们当兵的时候，有人会睡蚊帐，对啊，睡，可是人整个脸贴在蚊帐。就像珍珠奶茶一样，更好着陆哎，更好。其实他们就是理性跟感性的冲突。那理性的人当然就会预防嘛，就说哎去哪里要做什么防护。但是感性的人，你穿的就是要穿的美美去拍照啊。对。啊，我穿的很登山去拍照干嘛？他就是爱睡，你跟他老皮睡。
对啊，那她的美也是希望呈现给老公看嘛，就是这样子。这个部分我说一句公道话哦，就是我说的那句话，在江湖上，你要是把我当一回事，你的事就是我的事。他的关心你不当一回事的话，请问他这个爱有什么意义？哎，对，你知道我意思吗？就这么简单讲完。女王团他们也有秒怒的事情。我老公是一个比较不喜欢沟通的人。好，就是有一次我们冷战，然后一路上从晚上他陪我去产检，然后在产检的过程中他就都不讲话，然后我也觉得那个气氛我也不想讲话。那一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各自他在客厅，然后我在房间，然后我在房间其实等很久，我想说这个人为什么都不过来跟我沟通，然后我就超气，我就晚上打了一长篇的文章，就把我心里想说的打出来，然后打完之后我就这样睡着了，然后隔天我打开那个讯息，没有send出去，有send出去，可是没有已读，然后我就想，对，没读，我想说这个人到底要跟我冷战多久，然后走出去看到他就是已经在用手机，更气，这是没看，然后我有在看，对，他有看手机，然后我真的气到不行，我就觉得说，你还要看多久？我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太气。这件事就是大地雷，让男生女生都来气。他传他中午吃饭的照片给我，然后那个照片呢，很明显有截图过了。我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看？有谁去啊？他说亲戚不想露脸。我跟你讲，女生的眼睛是雪亮的。我就看到这个照片后来这值得生气吧？很值得，真的会爆气。对。我真的气到不行，我就觉得说，你还要看多久？我真的是这样，因为我太气，然后我就说你不要过来，然后他就突然被我吓到，然后其实是他根本刚起床还没打开手机，他还没看到我传的讯息，对，但是我当下真的超气，我说那你可不可以先看一下手机？所以一个晚上都睡客厅。对，对，你们没有沟通。然后我爆炸了之后，他才看手机，然后才看到我打的那些对话，对。刚才讲那个网络调查嘛，那个老婆对我的那个缺点都没有，那我都蛮常惹她生气的，所以我觉得就算是我喝醉，现在有喝醉的这个事件，我老婆都会默默的照顾我，她也不太会念我什么，我就觉得我真的是对她找不到什么缺点。可是我有一个无缘的另一半，你娶他老婆好了。你不要再挑拨了啊！我们好不容易气消了，你就让王威迪做一下形象会死啊！不是，我他现在讲的不是现任老婆，我是一个他其实是前任哦，无缘另一半的故事。但是我觉得网络上那个就是刚好有中其中一个。就我那个无缘另一半，他就是本来就是他也是护理师嘛，有很多护理师的故事，他就会当那个随队的护士啊，因为随队护士大家知道学生团出去做毕业旅行都要有个随队的护士，这样就是其他时候会是跟领队跟导游是一起吃一桌的，所以说我就觉得他很特别的地方，就是他每次只要参加一个团，他就会来跟我讲说某某领队跟某某导游跟他告白这样子，然后可能一次就还好，他几乎每次都有，可能5、6次、7、8次这样子，可我觉得这不是我真正会爆气的点，爆气的点就是他会告诉我说，可是他们事后还会去做续话的喝酒这样子，就在我不在场的时候，人家都已经对他有意思，对，他还会再喝酒，还制造机会给别人。对，然后他最后更爆气的2点就是他还会安慰我说，可是我都有跟你报备这样子，这我也会气。对，然后最后1点又跟我讲说，你看哦。就我有跟你报备，而且你跟他们比起来，你还是赢了啊，所以我现在还留在你身边这样子。我觉得越听每一点都让我真的很这就是一个骑驴找马的感觉。像有人就很喜欢说，女生当男生被拿出来比较的时候，真的有时候在某些情况下真的会爆气这样子。对，这我也会。有些时候是不能比的，尤其还有这种明明知道人家对你有意思，还要创造机会给别人。对，这种实在是太对，好险是无缘的啦。小胖赢是最后5分哦，各位5分。今天晚上我们的这一屋子分是最高的哦。你当初气什么？我的板子在这边写的是白色谎言。什么叫白色？说善意的谎言，善意的谎言。白色。对，但事情是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有一个远距离的男朋友，然后他从交往初期，他会自动传他。我中午吃什么？我今天早餐我现在在干嘛？我是在遛狗，这种照片给我，随时报告他每天的进度。可是有一天我就突然发现，他传这张狗狗的照片，他去遛狗的照片，这个地点、狗的位置、角度，然后还有他遛狗那个拉的手拉了几只那个动作都一模一样，就是同一张照片。然后我就说，这
这个照片你是不是之前传过啦？我还当他只是按错了，他也说他是按错了，好，这件事就过了。可是后来有一天我就发现他有一天他说跟朋友跟亲戚出去玩，然后他传了他中午吃饭的照片给我，然后那个照片呢很明显有截图过，他就只有截桌面的照片，然后后面一排人的照片通通被卡掉了。我就说你为什么不给我看有谁去啊？他说哦亲戚不想露脸。我想说好，这个理由我接受，勉强接受。对，勉强接受。后来到了晚上，我说哎那你晚餐吃什么？他又没多久他又截了一张把那个后面的人截掉的照片给我看，然后就是只有那个桌面嘛。我跟你讲，女生的眼睛是雪亮的，我就看到桌上有一个手机，然后那个手机上面的时间，荧幕，感谢 iPhone， 赞叹 iPhone， 封面就是那个手机的时间写得非常大，他写下午1点52分，可以当侦探。谁会凌晨1点52分吃晚餐？一定是中午的，很厉害，中午的，眼睛很利哦，还放大中午的照片吧。哇，抓包！我就跟他说你到底去哪里？蛮爱骗的哦。对，我打电话给他，他没有接。然后一路等，让我等了12个小时，到隔天早上他才回电话给我。他觉得他只是临时做一个事情，可是他怕他一时间没有办法解释出来，他就赶快塞了照片搪塞给我。这值得生气吧？很值得。对，这个一听到就是诈骗集团。后来好像在我们节目里面有碰到一些所谓的惯性说谎的人，然后他有的是我就想骗你，因为我要求自保。骗为什么要骗？因为我要自保。另外一个为什么要骗？你知道吗？他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他在干嘛。对对对。我后来我才知道有这一层哦。哪怕我刚来，我明明是人家送我来的，我偏要说我坐计程车来的。奇怪。都要有一层伪装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婚姻里面呢，有时候不是说哪一件事情让你生气，而是你那件事情一直都没改。日本有个作家叫村上春树，大家都很熟吧？他在书里面有一句很棒，他说不是谁都善于表达失望，但是失望久了就不说了。哇，所以珍惜那个还愿意对你发火的人。哦，怕的不是他暴气，怕的是他安静。谢谢大家，祝福大家。女王大人，下次再见 ，See you， 拜拜。谢谢。快订阅未来中国台 YouTube 频道，开启小铃铛就可以看到最新的女王大人哦。